每3位老人就有1位每年至少跌倒1次，而跌倒已經是全球老年人因傷死亡的第1大原因。WHO 統計顯示全球每年約有3200萬老人因跌倒受傷，其中超過200萬人需要住院。如果不幸發生髖骨骨折那1年內的死亡率可高達30%。為什麼老年人特別容易跌倒？其中關鍵之一是感覺退化性失衡。很多人沒有意識到，能不能穩穩站着，不是只靠肌肉力量，而是靠感覺神經對肌肉的回饋機制。你的身體每1秒都在做一件事，腳踩在哪裡，重心偏不偏，身體有沒有歪，這些訊號會立刻回傳給大腦，大腦再馬上指揮肌肉做微調，讓你保持平衡。所以站立其實是一個持續修整的過程。但問題是一旦感覺神經退化，這個系統就會開始失靈。你會出現腳踩下去不知道穩不穩，地面的高低變模糊，身體的重心判斷錯亂了，結果大腦收到延遲或錯誤訊號，就會腳軟跌下去。大家都有腿麻的經驗，腿麻的時候我們覺得腳軟沒力，不是肌肉真的沒力而是感覺訊號斷掉了，大腦不知道腳現在在哪裡，怎麼用力。而最常見的周围神經麻痹就是糖尿病造成的。我們的一位老病人近年來出現接二連三的跌倒，現在走路被迫拿支架才行。我們接診的時候，他的孩子說，老人最近整天抱怨腳沒有力氣，但是卻可以走動。醫生就說是肌肉長期不用退化了。我們看了老人的腳，雖然較瘦但是肌肉有力，反而是表面的鳞片化引起我們的注意。這不就是糖尿病下肢病變嗎？原來老人有近20年的糖尿病史，而且糖化血紅蛋白長期維持在 10%。 要知道亞洲人正常的糖化值是4到 5.6， 老人的則是高過了正常的2倍他的神經長期泡在糖水裡，怎麼可能不麻痹？我們讓老人的子女一定要注意老人的血糖情況，隨後開了方子。我們參考了伤寒論的名方黃連湯，加減着重在調理血糖和改善循環用了2周的藥，老人的女兒反饋說媽媽沒再抱怨腳沒力氣了，而且精神狀態也很好，說明中藥對於改善血糖、恢復神經覺知是有顯著的效果。我們就讓老人堅持服用藥方，長期下去一定能夠改善血糖問題，讓老年生活更有質量。我們把方子放在視頻後面供大家參考。那如果大家有類似的情況，也可以透過郵箱告訴我們，我們詳細了解後會給您更合適的治療方案。記得跌倒從來不是意外，而是身體系統逐步退化的警報。如果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，也分享給你感覺退化、走路不穩的長輩。想了解更多中醫與現代醫學的臨床真相，記得訂閱頻道。我們下次再見。